位朋友，我老说一句话，不亮出爪牙的老虎呢，你就是一只病猫啊！日本现在是越来越猖狂了。日本的防务省的官员竟然放话要击沉中国的福建号航母。你看最近一段时间我老是忧虑中国的这个军事政策呀，你别真的让人家搞了珍珠港第二啊。4月17号，日本防务省官员公然宣称舰船武器已备好，扬言配合美军击沉中国的福建号航母。同日日本的雷号驱逐舰强闯台湾海峡，跟中国的军舰缠斗。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央视都惊了，说就凭你们这么点玩意儿这脚盆鸡现在这么尿性了吗？这是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吃多了，敢说这狂言啊？确实是日本的军力跟中国比，现在的确是不够看。在进攻层面呢，日本的主力反舰导弹射程仅130公里，缺乏远程的目标指示能力，而中国的鹰击21高超音速导弹射程达1500公里，突防速度超10马赫，可覆盖日本全境的军事基地。防御体系上，福建舰编队配备空警600预警机，探测半径650公里，歼35隐身舰载机及055驱逐舰，形成了550公里的立体防空网。日本因为没有固定翼的预警机，被判定未发现中国航母，即被中国摧毁了。那日本它有什么底气呢？日本说我有电磁炮，其实呢，它那个电磁炮的弹丸仅重300克，毁伤效能不足中国同类装备的1%。中国的军事专家嘲讽为小火柴棍。它90%的反航母的侦察依赖美军的支援，而美国的华盛顿号航母在言论发酵后撤离了关岛。说这个我不跟你玩了你别那个把我给勺进去，是吧？好吧，那么这个日本它还有一个他认为比中国强的地方，就是常规动力潜艇。你看看日本的专家，你再看看台湾的这些绿蛙专家，他们在人种上有异曲同工的这种特点。为什么呢？因为好像好多绿蛙都是日本在台湾留下的那个杂学的种，是吧？所以他们像那是应该的。这个嘛，其实刚才的报道里也提到了，就是这个静音性，静音性就是噪音极低。说白了，它在水下的静音水平，坦白说，甚至比核潜艇还要低。也就是说，极难被发现。原来如此，就是这款它叫大鲸级，日本所有的潜艇全部产自神户，由神户的川崎重工和三菱重工建造，我们是按批次建造的，这个您能看到吗？能看到这种类似面板的东西，对吧？这是一种特殊橡胶，是橡胶材质的。是橡胶做的吗？简单来说，就是吸音，用吸音材料吸收声波，对吧？要发现潜艇的话，假设这里是海面，
就会从这里发出声波，对吧？通过声呢发射声波，再捕捉反射回来的回波，以此定位潜艇的位置。而这种材料能让声波无法反射，所以整艘潜艇都覆盖了这种材料。这个区域还有这里全都有，对吧？这就是它本身的静音设计，再加上动力系统的优势。实际上它搭载了柴油发动机，在潜艇上浮的时候，柴油发动机会全力运转，给安装在艇体底部的蓄电池充电。也就是说它是靠电池驱动的。因为是电池驱动，所以在水下航行时不会出现动力系统哐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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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响的情况。普通潜艇在水下会发出哐当哐当哐当。不是你等会儿啊，脚盆机，雷家的常规动力潜艇也都是这个柴油机在海上发电，然后呢用电池在底下推进，没有说在海底的时候用柴油机推进的啊。哐当哐当哐当的机械噪音。但这款潜艇完全不会，静音效果非常出色。日本的潜艇，我们把搭载柴油发动机的潜艇称为常规动力潜艇，与之相对的是核动力潜艇，它的水下静音性能在全球常规潜艇里堪称世界第一。话说回来，这么说会不会被东大抄袭啊？抄袭，我觉得他们根本抄不走。这里面的核心机密保密级别非常高，不过那帮人会做出什么事谁也说不准，所以从潜艇外部根本看不出什么门道。这里原本写着515的编号，一旦进入对海上自卫队舰队的袭击作战状态，这些字样就会消失。这是真的，字样会完全消失，根本看不到啊！原来如此，根本不知道来的是什么型号。其实大鲸级是有识别特征的，就是潜艇尾部类似尾鳍的那个部件，这个看起来像尾鳍的部分，就是凸出来的这个吗？对，就是这个，它一般藏在水里，所以根本看不清楚。之前的清朝级潜艇尾部基本都是常规的十字形布局，从艇尾看过去，螺旋桨，而大鲸级的尾部改成了 X 型布局，这会让它的水下机动性能大幅提升。那这个不也会被抄袭吗？都说到这份上了，不，外形的话什么都能仿造，但问题的核心是仿造之后能不能真正实现对应的性能。就算外形做出来了，对他们来说能不能真正达到同等性能还是个未知数。我以前认识一位非常敬重的舰队司令官平贺先生，他当时就非常自信地说过，日本潜艇的静音性能哪怕是在苍龙级大鲸级问世之前就已经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就算和美军开展联合训练，就连美国海军都很难发现日本的潜艇，太厉害了，真的非常出色。原本就世界第一的水平，到苍龙级又进一步巩固了领先地位。现在又推出了性能更上一层楼的大鲸级。用奥运会来打比方的话，就是金牌、银牌、铜牌全都被日本包揽了。它的静音性能、机动性能，别说常规潜艇了，就连核潜艇都比不了。盟国那边估计都要催着我们出手了。事实上，东南亚各国都在说，就算是二手的，也想要日本的潜艇。确实能理解，他们真的这么说的。但这是保密级别最高的国防装备，想轻易出口现在的大鲸级，说实话，基本是不可能的。它的静音性能我是完全了解了，那航速和攻击力怎么样呢？攻击力也非常强悍，当然函数方面和能持续输出动力、长时间高速航行的核潜艇相比，肯定是有局限的。毕竟受电池容量限制。是啊，说白了，电量耗尽了就没法继续潜航了，对吧？不过它的水下潜航续航能力已经做到了极致。不过话说回来，都说核潜艇能一直潜航，也根本不可能在水下待一整年了，整整1年。先不说别的，他怎么不说这个潜艇的速度呢？好像是大鲸级这样的潜艇，如果用电池推动的话，在水下静音的航速只有1小时5海里。
这个是只能是搞这个偷袭，因为他根本就追不上军舰，那只能是搞偷袭，就停在那儿搞偷袭啊，他不敢说。艇员的补给怎么解决？没错，别说1年了，根本不可能。在潜艇里执勤是非常辛苦的，绝对做不到，最多也就1周左右，也就这个水平了。日本的潜艇完全能达到这个级别的潜航续航能力，所以它的实战性能已经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一旦台巴子局势生变，日本的大经济潜艇只要在东海海域游弋，东大的航母就根本不敢动它。刚才小泉先生稍微提脚盆机尿性吧，就凭一个破柴电的潜艇，中国的航空母舰就不敢出门了。那位说他说的有道理吗？日本的这个常规潜艇的静音性的确是世界上数1数2的，这个咱们得承认。可是呢，目前呢，就是对于潜艇的探测手段，中国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现在的静音仅仅是一个指标了啊！中国现在正在用海底的这个叫什么呀？叫电磁、地磁变动，或者是这个海流的监测系统，来确定潜艇的位置。声呐已经是落后的了，脚盆机啊，迷之自信，实际上他们是拿着2战时期的那种这个水平来评论如今的现代化的潜艇战了。就那破潜艇，只要是它一出现在黄海，一出现在东海，就会被中国的潜艇海底监测网络根据地磁啊、电磁场的变化锁定，然后就会被反潜机给击沉。你再静音没个毛用，明白吗？你不信你看看啊，美国的海狼级那个啊康涅狄格号吧，在南海怎么就撞山了呀？脚盆机和这个台湾的绿蛙一样啊，因为是一个种啊，都是迷之自信啊，朋友们啊，所以说他们认为，就他们这破玩意儿，用个火柴棍的电磁炮和这所谓的静音的潜艇，就能够击沉中国的航母。不过呢，中国的确也要小心日本的偷袭，我一再的提醒，一再的提醒。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